夏朝历经14代17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因及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立下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今天与大家开个脑洞，一起探寻神秘莫测的夏朝，揭开三星堆文化演变背后的面纱。礼记、中庸扬一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礼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减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沿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式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力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的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己曾有那著名的论断：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段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掉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段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鲁莽灭裂。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低彝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瑜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皆诸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三星堆文物没坑口。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 C 型龙保利艺术博物馆典藏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大功的青铜器等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官方针对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三星堆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各种文物2000以上不同的文字，证实三星堆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城，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5000年文明史的人。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李己认为甲骨文字绝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三星堆发掘，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署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科，与器物的辉煌不符，阻碍健康研究略有2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石。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2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3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王家佑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记录有150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王家佑和李富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陵氏文化。前世传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1990年代文物开进，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2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永岁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30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永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石，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5000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2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是殷先人有典有策，殷即下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地善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岁宫许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变真，无夏变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14代17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在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画八卦，以待结绳之正归天为图，举地取法，归卜作义。此非文字演变之际，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佝偻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尤其佝偻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试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10来年，试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继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一、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岁宫许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传，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在蜀地北川西羌语学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安玉守史，中国文化守史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隶属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属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词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禹师的象征，禹为禹神，故以，因为应龙即勾龙，巨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徽，九徽即禹。禹就文字本意而言，却龙蛇之类也。禹为四姓，四的篆文颇像蛇身字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禹即射禹，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14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
器物相似，包括牙章、铜牌、陶豆、陶盒，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试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做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一史中刊布的佝偻碑文，笔画头粗尾细，尾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做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吴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竹，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在避嫌言下。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袍、洛书赐语，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鬼藏的另一尊雕塑所证实。这尊雕塑为代官神人，显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附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禹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限寒治水秘诀的洛书给予，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3秒9厘级蛇、鸟、猪、鳖4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源远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感谢您能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蹦出了很多奇思妙想呢？你是怎么想象的呢？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去传播三星堆是夏朝的文化，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